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塔塔。你是不是常常觉得煮饭要花很多时间又很累呢？这道鸡肉饭的做法相当简单，而且鸡肉吃起来很弹牙，让人停不下来呢。这个去骨鸡腿呢，先清洗干净后擦干。如果你有这个鸡腿骨头，等一下片尾塔塔再来教大家怎么简单的熬一个鸡骨高汤。然后我们帮这个鸡腿抹上盐巴跟白胡椒，盐巴的分量大概是鸡腿重量的 1% 到 1.2%， 胡椒我大概用了1克左右。抹上去之后呢，用手帮鸡肉做按摩，让味道吃进去。然后像这样静置15分钟左右，再来准备洗米。有关洗米的诀窍可以看我另外影片的示范哦。葱2到3只，切成段，取用葱白的部分。姜片大概3到4片左右，先放到锅底。再来50cc 的绍兴酒，300cc 的水。放上一个蒸架，把我们刚刚静置后的鸡腿放上来，盖子盖上，开中火，冷锅开始蒸。从开火的那一刻开始计时20分钟，大概5分钟的时候呢会沸腾，然后现在把火转成中小火，慢慢的蒸，时间到后关火，像这样关着火。让它焖8分钟左右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取出来放凉了。像这样晾着，让鸡皮稍微的风干一下。等凉了，再盖上一张保鲜膜。如果你喜欢冷着吃，可以先放到冰箱冷藏。这个呢，是我们刚刚蒸鸡肉的汤汁。我把葱跟姜片挑掉，剩下来的液体大概是300cc 左右，然后加入1大匙的味淋跟1大匙的酱油调味。你可以先尝尝看这个汤的味道，再做口味上的调整。这个刚刚煮好的汤汁呢，还有一些温度，如果你等不及的话，可以先用冰水隔水降温一下，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降到常温了。现在把这个浸泡好的米放到锅子里面来，然后倒入刚刚的高汤，米跟液体的比例是1:1，喜欢湿润一点的人，比例可以再多一点点水分。开中火，大概5分钟左右会开始沸腾，沸腾后转小火，计时9分钟。用这样很小的火来烹煮就可以了。时间到，熄火再焖15分钟。等待的时候呢，我们先来把这个鸡腿切成等量的大小。现在这个饭应该已经焖好了，先松饭一下，然后把这个饭装在碗里，用这样的方式倒扣出来。这样就有美美的装盘啦。再放上一点青江菜，把鸡肉摆上去，再来一点油葱酥，切剩下来的葱花不要浪费咯。无敌简单又美味的鸡肉饭就完成啦。这个鸡肉吃起来非常的弹牙，而且还带有一点绍兴酒的味道，很香很好吃呢。饭也有这个蒸鸡肉的味道，也好好吃哦，尤其是加上这个自制的油葱酥，更是美味。喜欢吃葱油鸡的人，另外再做一个葱油酱汁，就是葱油鸡啦。看到这里，你是不是也有个疑问？那鸡肉跟饭一起蒸，不是比较快吗？蒸鸡也好了，饭也好了，所以呢，我决定实验看看，这样是不是可行？看起来好像蛮像一回事的，似乎可以一起蒸耶。我先把鸡腿肉夹起来放凉，然后夹起姜片跟葱段。上面的饭呢，因为被鸡腿肉压住了，看起来比较湿润一点。整个拌匀之后呢，米饭的状况还算 OK。
像这样装盘起来，看起来好像没两样，不过料理成不成功，还是得要试吃过后才知道哦。我尝了一口饭，饭的酒味比较重一点，姜味也是，好像蒸鸡的味道都留在饭里了。鸡肉的部分呢，看起来差异也不大，不知道味道是否也有差异呢？实际吃过之后，我觉得原本单独蒸鸡的鸡肉会带有绍兴的酒香，但是跟饭一起蒸就没有了，主要的酒味都被饭给吸走了，所以一起蒸不是不可以，而是味道会改变。如果不介意的话，两样一起蒸也不是不可以哦，只是这个饭吃了让我觉得好像有点醉了。接下来呢，就是这个剩下来的鸡骨头该怎么处理呢？因为骨头的部分比较容易渗出血水，所以建议大家泡水一阵子，像这样泡一下温水，鸡骨马上就会释放出血水来，然后过个10分钟，水马上就会变成这个颜色。你可以再换一盆干净的水泡着，让它释放得更干净些，这样等一下煮高汤的时候呢，就不会这么浑浊了。然后把鸡骨清洗干净后，加入1200cc 左右的水，切一颗洋葱，蒜头3到4瓣，蒜头呢直接放到汤里面，再来2片月桂叶，然后洋葱丝，几粒胡椒，2大匙的清酒或者米酒，冷水开始煮，煮滚后呢，再来捞浮沫。因为我们的鸡腿骨有先泡过水，所以这个汤几乎没有什么浮沫，而且汤喝起来很清呢。然后加一点点的盐巴提味，不要太多，中小火，不要盖盖子，慢慢的炖30分钟左右。煮好后呢，要立刻过滤起来。这上面的食材不介意的话都可以吃哦。简单又好喝的洋葱鸡骨高汤就完成啦。你可以直接喝，也可以拿去做料理的汤底用，是不是很实用啊？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我的分享记得帮我点赞跟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